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7日下午的17:30，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啊，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呢，这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呢，可以归纳为1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之后，出现了2个阳线啊，2个周线级别的阳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符合了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啊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这个行情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2根阳线呢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密集带啊。这个筹码密集带呢是从21年5月啊延伸过来的，所以呢进入筹码密集带之后啊承压啊遇到了压力。那么在这个压力的影响下呢，我们看到啊本周行情出现了一个反转啊，也就是上涨趋势呢正在结束，同时呢2根日线级别的下跌 K 线呢给了它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那么有了这样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呢，未来基于这2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 K 线，我们有可能发生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吸油，从而让道指呢重新回到下跌通道当中来，最终呢引发同2020年2月份啊类似的平行的这种下跌结构啊。那这种结构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啊，势必会影响到我们比特币的行情。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最近跟随我们操作的空头方向的小伙伴啊，正在获利啊。这轮行情走势相对复杂啊，但是呢它有其中内嵌的规律在里面。首先呢，我们看小时线级别啊，小时线级别上啊，它主要是做一个修复震荡啊，修复震荡底部呢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我们认为行情会往下走，但它并没有符合江恩法则之后向下出现低点的这个过程，而是形成收敛三角形啊，窄的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同时呢，切换时间级别我们看到啊，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啊，也就是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但是我们观察外围市场，这个时候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比特币相对于美股来说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同时走到这个位置上时候，我们提示大家啊，焦点位置它是一个类似黑洞的效应，黑洞会把价格吸引回来。那么昨天晚间啊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啊，这个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啊，4小时级别的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出现了啊。悟空阴线呢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出现的，我们看到这根阴线呢是有别于反弹趋势的，是一个实体的大阴线。那这个阴线呢就管它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阴线、杀层阴线，所以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目标位呢是在16000点附近。那么如果行情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已经在12月1日这一天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单独的悟空阴线。那么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个悟空阴线展开的啊，看的是日线级别。那么日线级别就有可能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可能会到达$16,000。这样的话，在底部位置日线级别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我前面行情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个4次等位置波谷，这是日线级别的4次等位置波谷。一旦出现日线级别的4次等位置波谷呢，行情容易出现新低啊。这一点呢，我在前面啊行情分析当中多次提到啊，比如说我们从3万美金到17605这个低点形成之后，行情就经历了3轮反弹。
那第一轮反弹呢24%的反弹，第二轮反弹16%的反弹啊，第三轮反弹接近10%的反弹，三轮反弹之后在底部形成了4次等位置的波谷啊，分别是位于2万点附近啊，19000美金附近啊，这个位置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啊，这个位置少画一个4次等位置啊，在这儿移过来。行情在这里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符合了江恩4次等位置法则，最终呢出现了一个低点啊15500附近啊，到达这个位置。那么所以呢，行情在这种情况下啊，规律性的东西非常多。例如前面69000美金啊，比特币本轮牛市的高点啊，69000美金前后也是啊出现了位于35000点的4次的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行情急转直下啊，由35000点啊直接跌到了17605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经常性的出现这种符合江恩法则，所以呢底部的这个位置啊，目前底部的这个位置，我们在小时线上啊观察到啊，没有符合江恩4次法则，但是反弹上来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大啊，调整到日线级别。我们前面也说了，如果没有在小日线级别上符合我们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的话，那么它将要把这个时间级别延长到加到日线级别上啊，加到日线级别之后，形成4次等位置，位于16000点之后的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啊，然后它出现极端下跌，那么行情整体上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特别是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观察到啊，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还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啊，所以呢，整个行情啊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啊，在11月8日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然后11月9日8阶阴线，那么后面的所有震荡都在围绕8阶阴线啊做震荡，后面的这一部分的 K 线呢，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8阶阴线向下趋势的判断啊。正常我们的标准模型是什么样的呢？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8阶阴线走出来之后走沙僧阴线，走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修。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的状态是非标准形式，什么样呢？8阶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走出了很多干扰我们对沙僧阴线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呢，后面的这些所有震荡，也就是11月10日到12月7日啊，接近1个月的所有的 K 线，都管它叫做妖怪 K 线。8阶阴线在斩妖除魔、杀妖除怪之后，就会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日线级别的下跌修。日线级别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因为行情在这个位置上，10月7日这周呢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所以呢，基于这个悟空阴线后面就有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会走出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修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期，我们的目标点位啊就在10500附近啊。同时呢，我们最近呢打开了这个 iQueen 的一个高级功能啊，就是 Pro 功能。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主力成交、全量深度、主力大单跟踪、智能承压啊、量价分布图啊依次打开。打开之后呢，会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对行情判断的一些东西在这里面啊。我们因为 iQueen 啊，它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啊，同时呢，这些数据支撑啊是相对有限的，我们可以在日线以下的级别上啊，比如说日线呢4小时啊，小时线呢15分钟级别啊，观察到啊它对我们的一些数据支撑，比如说我们现在观察的是4小时级别，然后这些球状的啊，就是已经成交的啊，球状的绿色和红色啊，这是已经成交的大单啊。那么右侧的这个柱状图呢，是量价的分布啊，也就是在这里面有多少人在挂买单，多少人在挂空单。
那么我们要清楚的是，价格的推动是由什么来的啊？我们要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搞清楚啊，什么能构成价格的一个波动啊？我们打开右侧的这个啊，我们看到了啊，这里面有很多卖单，同时也有很多买单。价格往上走是怎么才能走的呢？你普通散户去挂单是没有办法推动价格波动的。我们看啊，这里有买一、买二、买三、买四啊，有卖一、卖二、卖三、卖四、卖五，只有超级主力啊去吃单。也就是超级主力在卖二的这个位置上去买进，在卖三的这个位置上去买进，价格才能得到推动，价格才能得到上涨啊。卖也一样，只有超级主力在卖二的这个位置上去卖出，卖三的这个位置上，甚至卖十的这个位置上去卖出啊，去跨越买一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超越买一或者卖一的这个位置上，价格才能得到波动。所以呢，埃困呢给了我们很多啊这种分析的东西。首先呢，是这个大单成交啊，大单成交它用这个泡泡图来给了出来啊。绿色的这个泡泡呢就是买进，红色的话啊就是卖出。然后呢，右侧这个柱状图啊是买单和卖单的比值。啊，同时呢，再往右走，这个红色的这个曲线的这个位置啊，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个曲值的这个位置啊，是它的一个筹码分度啊，筹码的分布啊。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筹码分布啊，可以看到挂单的买卖，可以看到当前已经成交的大单的介入情况啊。这样呢，对你行情在各个时间级别、各个维度上啊，可以起到一定的非常好的分析辅助作用啊。那么当前的这个这些指标呢，这些稍微复杂的指标呢，只有在 Pro 会员里面才有啊。当然呢，如果你没有 Pro 会员，你可以根据我的 K 线稀有战法去分析一下它的裸线啊。但是你这两个指标最好是结合去看。那么现在比特币正在进行15分钟级别的反弹啊，它的反弹时间级别目前是15分钟级别，但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4小时级别，它处在下跌当中的一个杀升阴线。那么目前我们就要考虑进场继续进场空单。为什么呢？因为在外围市场上，我们观察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目前走出了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那么下方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走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欧。外围市场领跌的情况下比特币大概率会跟随，所以呢，当前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在筹码密集区17000点附近，应当布局空单。同时呢，我们刚才给出了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都处在一个下行趋势，同时呢，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目前仍然处在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在反弹过程当中积极布局空单，这是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那么趋势是下跌的位置呢，在15分钟级别上去找。那么后面的操作手法就是要控制仓位，每一个仓位呢都要设置止损，最终呢你首先可能获得日线级别下跌西欧到达16000点的一个获利。那么16000点到达之后，可能会符合金恩4次波谷法则，出现一个新低，这是你第二个阶段的获利。那么第三个阶段获利呢，可能这一轮行情已经出现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在跌破15500之后，可能会走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欧，最终呢你的获利的目标点位是在10500附近所以呢趋势仍然在下跌在下跌过程当中，一旦出现反弹在反弹的时候找到合理的布局的位置，分布式进场和行情建立联系和行情建立关系的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进场有仓位有空单。那么整个熊市还在继续建议大家还是慢慢的把自己的空单建立起来。
然后我们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由于波谷连线啊，它是受到一个压力的。同时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观察到啊，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对悟空阴线的干扰，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在日线级别上有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趋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悟空阴线已经在9月份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对悟空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也就是妖怪 K 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容易走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在周线级别上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出现平行6月份的这一轮下跌的一个趋势。那么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日线级别上啊，它正在走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呢是由波峰连线5月份波峰连线和6月份波谷连线构成的。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我们要往回看这个位置上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所以呢后面所有的震荡都是围绕八节阴线展开的那下方呢就有日线级别沙僧阴线和唐僧的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在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呢，可能会继续它的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在这个位置上，八节阴线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当前行情所有的震荡呢都是沙僧阴线，且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最近几周多空震荡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失去了对方向的判断但整体来说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依然在，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144均线和169均线均在下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整体行情依然是看空的。同时呢，在突破之后，我们发现了这里面有个焦点位容易发生一个黑洞效应，对价格起到一定的吸引力的作用。所以呢，目前4小时级别上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节阴线走出来了，这是和比特币非常类似的走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很有可能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100点附近同时呢，1100点是4次等位置波谷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后面的行情当中是相对来说更看空以太坊的。那么对于 BNX 来说它由于在10号要增发10万枚总量是2100万枚，要增发10万枚，所以呢构成利空。利空之后，我们发现它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下跌，并且这轮下跌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观察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沙僧阴线组这里面有一些震荡，然后唐僧阴线构成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线，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判断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下跌。那么走到今天，我们观察到了日线级别的第2轮下跌过程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唐僧阴线有2根阴线构成，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有可能出现一个黑天鹅，黑天鹅会有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里面标志性阴线，我们看11月底这根阴线呢是悟空阴线，然后目前走在八节阴线的势力范围，最终呢有可能做出平行于前面230美金到15.8美金的这个过程因为是黑天鹅，所以呢我正在做空在几个交易日前，大概是70美金的时候就提示开始做空。那么目前它几乎是一个黑鹰坠落的行情所以呢，你看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你可以不用很多指标就能顺应趋势，找到这种暴跌必种、暴雷必种的一个做空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开iQuant Pro 的一些指标去看它做一个辅助的分析。那么通过这样的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存在一个非常厚重的筹码密集区，
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70以上啊，所以呢，我们在$70开始做空啊，没有啥问题。那么下方呢，支撑几乎没有。我们看到，根据这个筹码分析呢，下方支撑大概是在$40以下啊，才有很多买进的啊。看买进的要看这个绿柱啊，$40以下才有一些买进的这个挂单。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啊，根据这个筹码分布啊，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空的标的啊。当然了，这个 iQuant Pro 啊，有很多指标在这个相对山寨币的这个币种里面没有啊，所以呢，你仅做一些参考啊。但是对于比特币来说，对于以太坊来说啊，它在日线以下级别上有非常多我们可以利用的指标啊，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我们回到BNX 啊，那未来我们怎么操作呢啊？在日线级别上啊，它如果时间级别升级到周线级别，也就是说可能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这个下跌吸油结束之后，它会出现一个非常低的低点啊，从高点到低点啊，目前啊它的下跌幅度呢，我们测量一下，稍微有一些卡目前跌幅是接近70%，这70%呢是远远落后于比特币啊。我认为比特币它的最大跌幅可能是85%，以太坊最大跌幅可能是95%。所以呢，目前 BNX 当前的价格依然是非常贵。所以呢，在经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如果能够到达$30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机会呢？是现货抄底的一个机会。那么当前行情是我们做它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做它爆雷的一个机会啊。虽然现在价格已经非常低了，57.9，但是我们根据之前的经历，根据 FTX 交易所的 FTT 代币啊，根据 Luna 啊之后变成 Luna C 了啊，这些爆雷币种的经验来看对于 BNX 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我们正在做空啊，但是底部一旦出来之后，我们做什么呢？做它的浪子回头的现货行情啊，多空是可以做的，但要顺应趋势啊。怎样顺应趋势呢？刚才我讲了，就根据 K 线吸油战法啊，出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下方呢接着下跌，又出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把它调整到周线去看啊，它就有可能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同时呢，结合 iQuant Pro 的这个筹码分布啊，我们可以看到，在$30以下啊，才有更多的人去抄底。所以呢，它的目标点位啊，我们给出是$30以下。那么抄底的位置呢，是$25以下啊，可以开始缓慢抄底，逐渐建仓，做和博它的浪子回头。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右上角的这个链接上啊，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啊，都可以购买我的这本 K 线吸油战法一书。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